有时候，一段记忆并不需要太多语言去唤醒，可能只是一段短短的视频，一个熟悉的角度，甚至只是一个从背后拍下的身影，就足以让沉寂许久的情绪突然被重新点亮。昨天看到 PLV 上传的视频时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，这个画面为什么会这么熟悉？镜头从后方拍过去，白色衬衫，微微晃动的身影，还有那条反带到身后的 IEM 监听耳机线。明明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瞬间，却因为这个特殊的拍摄角度，让人一下子联想到2019年的那个夏天。那个属于陈情令的夏天，也属于许多观众共同珍藏的青春记忆。真正让人感到怀念的，从来不只是某一件物品，也不只是某一个画面，而是画面背后承载的时间。2019年，陈情令播出之后，迅速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特殊记忆。那一年，剧集带来的热度，角色之间的情感，演员们一次次出现在活动现场的身影，都成为那个夏天无法复制的一部分。如今再回头看，距离那个时期已经越来越远。时间不会停下来等任何人。曾经看起来遥远的7年前，现在竟然已经近在眼前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我们再次看到类似的白色衬衫、熟悉的舞台工作状态，以及从背后捕捉到的身影时，大脑会自然地把今天和过去连接起来。这其实就是记忆最奇妙的地方，它不会按照日历出现，却会被一个细节突然唤醒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想到2019年的泰国 Fan Meeting。那个时候，陈情令的热度正在持续升高，演员们前往不同地区参加活动，而泰国站也成为许多观众记忆中的重要篇章。当年的现场有欢呼，有灯光，有舞台，也有大量镜头记录下演员们在后台、走廊以及排练过程中的状态。尤其是一些并不正式的幕后画面，反而更容易被大家记住，因为舞台上的一切都是经过准备的。但后台的一个回头，一个微笑，一次并肩同行，却往往更加自然。所以多年以后，人们真正反复回看的，未必是最盛大的舞台，而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瞬间。一个走廊，一件白色衬衫，一个从背后拍摄的身影，就足够让记忆重新打开。白色本身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颜色，没有复杂的图案，也没有夸张的装饰。但正因为简单，它反而能够让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物本身。回看2019年的相关影像时，很多观众会注意到，当时一些正式活动中的服装都带着干净、利落的感觉。两个人并肩出现时，画面自然形成一种特别的视觉记忆。也许正因为这种画面太过简单，所以多年以后依然容易被辨认。我们并不是在寻找一个完全相同的场景，而是在寻找一种曾经熟悉的感觉。当昨天的视频再次出现类似角度时，那种感觉便顺着画面回来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一句怎么突然又想起2019年了，会让很多人产生共鸣。距离2019年夏天越来越远，这一点已经无法改变。当年一起追剧、一起看活动、一起等待新消息的人，如今或许已经走向完全不同的生活。有人开始工作，有人成家，有人换了城市，也有人已经很久没有再关注娱乐新闻。但是偶尔，当一段旧视频突然出现在眼前，那些已经被时间压在记忆深处的情绪，还是会回来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回到过去。恰恰相反，真正的怀念是知道时间已经向前走了，却依然愿意回头看一眼。因为那段经历曾经真实存在过。那个夏天带来的快乐、激动、期待以及各种复杂情绪，都曾经陪伴过很多人。所以，今天重新看到相似画面时，真正被唤醒的，也许并不是某一个人，而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那段青春状态。这一点其实非常值得思考。为什么同样是一段视频，年轻时看和多年以后看，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？因为变化的不只是画面，还有观看画面的人。2019年的我们，可能会因为一张照片兴奋很久，会因为一场活动反复观看视频，会为了一个小小的互动讨论许久。
而几年以后，再看到同样的内容，我们可能更多了一份平静。曾经觉得轰轰烈烈的事情，现在回头看，会多一些温柔。曾经只关注画面中的人物，现在也会开始注意当时的灯光、服装、舞台、工作人员，以及那个时代特有的氛围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真正怀念的，有时候并不只是2019年的他们，也是2019年的自己。那个会因为一段视频而开心，会认真保存照片，会期待下一次见面的自己。再过不久，这段记忆就会正式进入第7个年头。7年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长度，它足以让一个孩子成长，也足以让一个人的人生发生许多变化。可是，对于一段真正重要的记忆来说，7年并不一定意味着消失。有些记忆不会越来越清晰，却会越来越柔软。我们不再需要证明当年的每一个细节，也不必重新解释当时的情绪，只需要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，就会突然明白，原来那个夏天，我们真的曾经那么认真地喜欢过一段故事，也认真地珍惜过一段属于自己的青春。这或许就是旧影像最大的意义。它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过去，而是提醒我们曾经走过那里。面对过去，我们常常会忍不住寻找答案。为什么那时候会那么喜欢？为什么多年以后还会记得？为什么只是一个背影就能产生这么强烈的情绪？其实，有些问题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。喜欢就是喜欢，怀念就是怀念。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段青春的纪念，也可以把它看成一次偶然被旧时光撞见的瞬间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应该尊重事实，也尊重时间。对于公开影像中的人物和事件，我们可以欣赏、回忆和讨论，但不需要因为一个镜头就替任何人定义私人关系，更不应该把个人猜测当成事实。真正长久的喜欢，不是不断制造新的故事，而是在记得美好的同时，也保留理性与边界。这可能才是多年以后再次回望2019年最温柔的方式。所以，当我再次看到那个从背后拍摄的白色衬衫身影时，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并不仅仅是一段视频，它更像一把钥匙，轻轻一转，2019年的夏天就回来了。那个充满陈情令记忆的夏天，那个让无数观众投入情绪的夏天，那个如今距离我们越来越远，却依然偶尔会被一个细节重新唤醒的夏天。7年过去，世界已经改变了很多，但有些记忆并不会因为时间变长而失去意义。它们只是从每天都会想起的事情，变成了偶尔想起时，依然会让嘴角微微上扬的故事。也许，这就是青春最好的模样。它不一定永远停留在我们身边，却会在某一个普通的夜晚，因为一个背影、一件白衬衫、一段旧视频，再一次悄悄回来。感谢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观众，也感谢大家愿意和我们一起回望那些已经走远的时光。那么，你看到这个熟悉的背影时，最先想起的是2019年泰国 Fan Meeting 剧中的夏天，还是当年的自己？